上集脸部做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肢体的部分。这集要以平面的方式处理四肢转动的角度，解除身体僵硬的状态。最后让表情与动作一起搭配，做出动态，表现的才会更自然。如果你是首次购买 Life2D， 别忘了使用说明栏中的折扣码，取得软体首购优惠哦。如何制作 2D 模型？标准建模：头部、身体、手臂。1. 头部 Z。 2. 身体 Z。 3. 手臂 Z。 肩膀 Z。 手肘 Z。 手腕 Z。 1. 头部 Z。 在这次教学指的 Z 是以 2D 的方式做平面转动，而非 3D 立体的方式转动。头部 Z 代表的是头以脖子为中心做钟摆的移动，所以我们要用旋转变形器包住整个头部。轴心设置在脖子的根部，然后在 Head Z 这个参数上做向左转跟向右转的移动。我大概都习惯是负7到正7这样的角度。头部做完之后，再对脖子做一样的事情，用旋转变形器包住整个脖子。轴心设置在脖子的根部，然后转动。转动多少角度，则是看画面的和谐度决定。脖子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如果没有东西遮掩衔接处的话，要特别注意衔接处是否有好好的跟附近的皮肤接上，不然在移动的时候会露出破绽。很多新手会忘的一点是，当头 Z 的时候，头发也会因为重力而靠向那边，所以记得头发要用弯曲变形器调整，这样头发才会有真实感，而不是像被冰冻一样直挺挺的。这个情况特别在长发的角色越容易看得出来。利用弯曲变形器调整的时候，记得考虑前发、侧发、后发，所有长度足以被重力影响的物体，都应该变成与地面垂直。
考虑重力与衔接点最佳的程度调整即可。2. 身体 Z。 身体 Z 我们就做上半身以腰部为中心的钟摆移动，用弯曲变形器包住整个角色。记得背姿分割的数量跟转换的分裂数量适当即可，不要太多，太多会因为分割太细难以调整。你可以拉动绿色的杠，调整身体往左边移动。几乎只需要移动腰的上半部分就好了。往左边的移动调完了之后，使用动作反转、水平翻转，就可以在 Body Z 这个参数上得到左右完整的移动。如果有任何身体配件是在 Body Z 的时候应该移动的，那就也要一起把该零件在 Body Z 的参数做调整。3. 手臂 Z。 接下来是手臂 Z， 也就是整个手臂的平面转动。我们会分为肩膀 Z、手肘 Z、手腕 Z 来讲解。3. 手臂 Z、 肩膀 Z。 先从肩膀与手臂的连接处开始，基本上是用旋转变形器调整角度。至于要多少角度，可以依照之后要做的动作来决定。再用弯曲变形器调整细节，像是腋下的形状，肩膀跟身体的连接处要特别注意，所以如果没有袖子做遮掩的话，会调整得比较久。如果形状仍然不够好的话，再选取零件的节点调整。3. 手臂 Z、 手肘 Z。 手肘调整的方法跟手臂一样，但是这个部分不只与上手臂连结，还有手掌，所以这两处要特别注意。3. 手臂 Z、 手腕 Z。 手腕在转动的时候，该注意的点是跟下手臂连结的部分。用了旋转变形器之后，只是以手腕为轴心很粗糙的移动，
看起来不够像人类，需要再用弯曲变形器修正成符合现实的情况或避免破图。现在你已经有了表情跟四肢的移动参数，等于这个角色就快准备好上台表演了。这集的课程到这边结束，你可以分享给你任何愿意学习的朋友。要是你可以留言，那我会很开心的。我很喜欢看大家的留言。下集的内容是输出模型早期测试，那期待下集再见。